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同学。今天是清明年假的第一天，因为天气预告，台湾大部分的地区都有降雨。原先计划要上山的旅行，所以改成去到降雨几率最低的南部，也就是去到屏东恒春看看大海。那因为距离屏东的距离非常的遥远，所以一路上基本都是一直不停的在骑车。那就让大家看看这一路上看见的风景，还有有趣的事物吧。这次我们一样从云林出发，接台三线往南的方向前进。沿路路况跑起来还算舒适，没有因为连假而有太多的车潮。不过跑起来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，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会突然出现个黑箱，给我拍上一张国家级追焦照啊！那在经过嘉义中埔的时候，有看到路旁美丽的花旗木，当下看到真的是觉得超缤纷的，总会忍不住想要多看个两眼啊。沿着175县道在山里骑了一阵子的山路之后呢，通出来又再次接回到了内山公路台三线。沿着台三线往南继续走下去，便会经过往台20线南横公路的岔路。而原先这也是我们旅行的规划之一，不过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只能将它暂且搁置了。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，我们也从台南终于来到了高雄的内门，而到了这边其实也已经移动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们便打算在这边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吃个中餐。都是，现在是在吃那间啊，这是什么东东？吃完中餐后，再继续骑，便经过了高雄的旗山。而说到旗山，有名的就是它的旗山老街。不过因为旗山老街之前有去过了，所以这次便没有打算要再去。于是呢，便继续骑着机车往屏东的方向继续前进。那接下来这边经过了高雄的离港大桥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千万不要跟着导航的路线走，因为它会把你带往河体，然后河体那边大多都是砂石车在跑的路线，所以不止地面坑坑巴巴，你还会跑到整台机车都是泥沙，所以跑完之后可能还要跑去洗车，所以真的是不要再往下面跑过去啦。完了，走下去了，定了，他完蛋。那因为没有跟着导航走，所以便再次停下来设定了一下位置。而我选择是走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下方的道路，这条道路宽大且好走，算是通往屏东恒春一条便捷且快速的道路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也骑进了屏东的屏峨公路，而这条由台1线和台26线串接而成的公路，也将是我们通往大海的最后一条道路了。
随着距离恒春垦丁越来越近，车流也变得越发拥挤。不过大多都是汽车的部分较为拥挤，机车的话呢，倒还算还好。虽然已经有进行了交管，但这样的路况我骑了大概10几分钟，都还是差不多的状况。可能因为有一部分是要往垦丁，而另一部分呢，可能是要走南回公路往花东的方向，所以在这个路段才会变成这么的塞。这趟旅程我们已经骑了将近200公里，而在这一刻，我们终于看见了那梦寐以求的大海。我已经记不起上一次看见海是什么时候了，不过久久看见一次，还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那骑到了这边是往垦丁还有台东的分岔路。那要往垦丁记得要走最右侧，那往桥上呢是往台东的方向而去，所以记得千万不要往上走，跑到台东去了。在这边骑到一半，我突然发现后方的爸妈怎么突然消失了。于是呢，便找个地方赶快停下来确认一下状况。到后面才发现，原来是爸妈的机车爆胎了。而当下便赶紧打开 Google 地图搜寻附近有没有机车行。好家在还有一间附近的车行是有在营业的。于是我们便慢慢的骑着车往车行的方向前进。那这边在机车行等了大概10几分钟，补完轮胎后，我们便再次上路出发了。好家在这次轮胎并没有破太大洞，还可以补得起来。一边骑着机车，一边看着身旁的大海。虽然只是件简单的小事，但就是因为简单，才会更让人感到快乐与放松。骑车骑了将近7个小时。跨越了200多公里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名义上的第一站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，就是位于屏东的后湾沙滩。虽然一路上长途的骑车真的是非常的疲惫，还一度骑到想要骂人，真的是不堪负荷了。但看到大海的那一刻，好像将这些事情都忘了一干二净。
而我选择来到了后湾沙滩，其实也带着一点回味过去的想法，因为当初环岛时来过这里，也带过朋友、家人来到这里，看见了这片美丽的大海。所以作为2026的第一片海，我想这里应该是再适合不过了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算是给我一些继续制作影片的动力。我是艾同学，我们下段旅程见。